好，现在马上来连线特约评论员刘和平，刘先生你好。在俄罗斯表示已经从俄乌边境开始撤军的同时，美国与北约却声称俄罗斯不仅没有撤兵，反而在增兵，并且包围乌克兰的15万俄军已经进入作战位置。那对此您怎么看？我认为，假如美国与北约提供的信息是真实的，俄罗斯是增兵而不是撤兵，那至少意味着：第一，假如普京是在明修栈道、暗度陈仓，那当前的俄乌局势不仅未见缓和，而且比几天前形势更加严峻了。第二，它意味着最近一段时间以来，美欧以及北约与俄罗斯的谈判并没有真正取得实质性的进展，或者对于乌克兰为缓解紧张局势所做出的承诺与保证，普京并没有收获，所以他要将对乌克兰以及西方的极限施压战术玩到底。那么第三，假如美国与北约所言属实，那也说明在现代战争环境下，尤其是在卫星通讯技术高度发达的环境下，除了掌握兵权者的人心难以琢磨之外，一个国家的军事动向在太阳底下已经不再是秘密。当然了，假如美国与北约提供的信息是虚假的，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它只能再度说明，唯恐天下不乱，只怕俄罗斯不进攻乌克兰，并且想乱中取利的，恰恰是美国与北约。美方，尤其是拜登本人，想通过莫须有的俄罗斯进攻乌克兰这件事情，来捞取自己的政治利益，也就是想通过成功阻止了并不存在的俄罗斯进攻乌克兰这件事情，来扭转不久前在阿富汗撤军问题上给自己与民主党带来的颓势，以在接下来中期选举中避免成为跛脚鸭。美国总统拜登曾亲自向盟友通报，2月16号俄罗斯将入侵乌克兰，但最终这件事情并没有发生。那对此您又怎么看？我认为，虽然在这件事情中，普京再度展现出了其战术大师的一面，也就是自己光是稳如泰山，坐在克里姆林宫，就已经把乌克兰吓得魂飞魄散，把美欧国家领导人玩得团团转，纷纷带着筹码来跟普京谈判。但是普京的收获却是非常有限的，甚至是有些因小失大了。普京最初设想的战略目标，原本是要彻底阻止北约东扩，尤其是阻止乌克兰加入北约。但是这一番看似神一般的操作下来，普京的目标并没有彻底实现，反而是北约已经明确拒绝了俄罗斯的要求，而加入北约与欧盟的条款也仍然写在乌克兰的宪法里。普京唯一得到的是乌克兰做出的近期不会加入北约的口头承诺。普京只是解除了近忧，没有解除远虑。然而俄罗斯因为这件事情所带来的战术与战略层面的损失却是实实在在的。第一，美国和北约通过炒作俄罗斯进攻乌克兰的军事威胁，向目前还不是北约成员国的乌克兰运送了大量的先进武器，而且接下来北约对乌克兰的军事支援力度还将会进一步增大，这将在相当程度上恶化俄罗斯周边的安全形势。第二，普京本来想通过军事施压的方式，不仅让乌克兰明确承诺不加入北约，而且要让北约从原苏联加盟共和国撤军，以让东欧地区的安全态势恢复到冷战结束之前的状态。然而事与愿违，北约反而是借助这件事情增强在中东欧小国的军事存在，而且这几乎是不可逆的。那么第三，经过美国刻意炒作俄罗斯威胁论，不仅乌克兰与其余的中东欧小国会跟俄罗斯更加的离心离德，而且连欧盟也会心有余悸，从而进一步倒向美国的怀抱。第四，原本已经因为失去了天敌而面临树倒猢狲散状态下的北约，经过这件事情将会重新振作起来。那么第五，即使俄罗斯最后没有进攻乌克兰，美国与欧盟也势必会进一步加大对俄罗斯的经济制裁，并减少对俄罗斯能源的依赖，尤其是北溪2号的开通将会变得更加遥遥无期。
从中我们可以看出，这件事情中的最大得益者其实是美国。普京帮拜登干成了好几件美国想干而又干不成的事情。俄罗斯面临的政治、经济与安全环境将会因此而变得更加严峻。所以2000多年前，中国的老子就说过：“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一个国家对外用兵一定要慎重，不能逞一时之快，而为自己留下永久的后患。好，谢谢刘和平先生在线和我们分享您的观点，谢谢。